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福报相有哪些特征。相书中有云：人伦何处定枯荣，先相心田后相形，人发善端诸福吉，时藏毒害祸须生。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慈悲之心，才可以福寿双全。即使生活有艰难，也只是一时之困，最终仍会得到福报。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心地善良，是否有福报，除了天长日久的相处之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一个人的面相，也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接下来就和小酱汁一起来看一看，长什么面相的人心善有福报，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为自己积累福报啊？一、心善有福报的人有哪些特征？一、脸型端正饱满者善心强。命理学认为，天庭饱满、地格方圆是善心的重要标志。天庭指的是上额，而地格指的就是下颌。因天庭属阳，代表男性，地格属阴，代表女性，所以看男人善心要看天庭饱满，而看女人善心则看地格方圆。以女性为例，由于女人体内阴气较重，形体天生圆润柔和，因此最心善的下颌之相应当是方圆饱满、敦厚富实。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一般都性情宁静，生活安逸，晚年运势益佳，能够颐养纳福。而腮骨过于消瘦的女人，悲观消极，缺乏魄力，其心善也弱。因此，人心地是否善良，无论男女，首先要看其脸型是否端正饱满。如果头尖、面尖、嘴尖，则通常不是善心之相，这类人也不适合过深交往的。二、眼正心正，眼善心善。命相学认为，眼正心正，眼善心善，眼恶心恶，眼邪心邪。观其人先观其谋，因此面相看善恶，首看眼神。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温和和内敛，那其人大多温和善良；如果常是凶光毕露，那大多则是阴险狠毒。通过判断眼神中的气质，可断其人品质高低。如果一个人的目光总是游离不定、闪烁状的，那么此人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善心。眼神平视的人，善心要比喜欢上视或者下视的人更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命相学认为，眼神上视的人好勇斗狠，眼神下视的人亦有奸诈之嫌。从眼皮来看，双眼皮人最容易感动，或者说其善心容易被表面事物所诱导。而单眼皮的人往往内心较为冷静沉着，对善心的表达方式也较为含蓄内敛。眼睛下面是卧蚕位，它代表人的阴德位。卧蚕落陷的人往往隐藏阴毒，打着积德行善的幌子，难免背地里自私自利的。此种人可谓说是口腹蜜饯的类型，人们往往被其表面的热情所迷惑。三、鼻正心正，鼻善心善。鼻子也是观察一个人是否心地善良的重要标志。如果人的鼻子不正，或者鼻节有弯，往往口是心非，不大会真心交往。此外，鼻子上的准头也是很重要的标志。准头肥厚，大抵心无坏心，鼻形有沟。此类人往往为了目标而会不择手段，心胸也不会大，因此善心也就难以为真了。四、嘴型方正，心地善良。嘴也是心善的重要标志，嘴型方正圆润是心善的条件。如果口歪嘴斜，此类人大多言不由衷，爱说是非，且此类人说话做事亦不照准则来，是搬弄是非、两面三刀的倾向。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句话说明，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那么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反过来说，纵使他现在满脸福相，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那么福相便会逐渐消失。所以心是面相的枢纽，看相不如看心。五、耳垂肥厚，耳门宽大。
在面相五官中，耳朵为采听官，掌管人的智慧和少年运。假如耳朵生的轮廓分明，耳垂肥厚长大，主其人多福多禄，而且耳垂肥厚而长的人多有慈善好生之德，耳门宽大的人仗义疏财，为善不甘人后，必能慷慨解囊，有求必应。6. 鹿耳。鹿耳的特征是状如莲瓣，红润鲜明，耳门宽，有轮无廓。具有这种耳型的人大多聪明善良，心胸宽广，重义轻财，属于侠士奇人。假如碰到人有危难，其必会出手相助，慷慨解囊，因此也是一种慈善之象。2. 如何做到能为自己积累福报？1. 时常微笑。有人说，微笑是绽开在脸上最美的一朵花。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微笑的表情总是楚楚动人，令人愉悦，使人感觉亲切。最主要的是，微笑不仅给人的外在美感，还在于微笑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情感。微笑总是给人带来欢乐和幸福，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常把笑意带在脸上，把善意传达给所有人，完全不用任何成本，却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可是最方便又有效的美容妙方。2. 多多赞美。好话谁都爱听，而且不仅仅是人。对水说好听的言语，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对水恶言恶语时，水结晶杂乱无章。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也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我们还进一步看到，善念能够让物质变得美好，而恶念则让物质变得丑陋。看看这些图片，做父母的可能就会明白，若是自己对孩子多些鼓励和赞美，孩子会更加的聪明漂亮；对别人多赞美，口出善言美语，自己听得多了，也自然更加美丽。3. 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最美，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感恩一花一草，一人一物，对所有的一切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内心就时时绽放朵朵迷人的花儿。满心芬芳的人，怎么会不洋溢着如花一般美丽呢？4. 心念的力量。一个人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相由心生，外貌多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一个人起嗔恨心，那么他肯定面目可憎，叫人厌恶；若一个人起慈悲心、柔软心，他的外貌肯定和善，叫人心生欢喜。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命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希望成为美丽的人，用美丽的心念来看待世间，你不但发现一切变得美丽，连自己的外在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5. 多接近心灵美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接近美人，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自己迟早都会变成同道中人。美人不单单只是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已，而最重要的是指心灵美丽的人。常与美人接触，无形之中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多接触一份美丽，自然美亦有心生。俗话说，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那么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反过来说，纵使他现在满脸福相，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那么福相便会逐渐消失。所以心是面相的枢纽，看相不如看心。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福报相，那么请保持一颗善心，继续好好活下去。善行积福，恶行损德。不过善行与恶行总在一念所起，一个人一生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从而造就恶业，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之中种下善因，以待福慧的成熟结果。有了恶业并不可怕，只要你心存善念，真心悔罪，亦能消灭灾祸。有了善业，也不用沾沾自喜，还得持续努力，不然亦会沉沦与堕落。同时也不要对别人的善心怀妒忌，更不能对别人的恨而耿耿于怀。故此每个人都要对别人隐恶扬善，对自己要隐善扬恶。
但是有人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做的隐秘，别人不知道，于是心魔缠困，不能自拔。其实无论你干得多隐秘，别人也会知道，只是别人有怀柔之德，不愿意说出来而已。因此才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说法。不过我们要说的不仅天知地知，你的身上也有记录，你积累了多少阴德，造就了多少恶业，这个记录就像树木的纹理一样，诚实无欺地保留下来。一、行善作恶后面相有哪些特征？最为典型的记录就是你的阴质纹，即面相上阴质部位留下记录的纹理。阴质亦称为泪膛、龙膛、凤带，是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主管子嗣的有无。故此相学神异复有云：阴质肉满福重心灵之说，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相。原因就是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故相学认为，若眼下阴质部位光明润泽，子嗣环绕，为行善积福所致。纵然有克子之凶兆，也会因为既有阴德而生贵子。相反，若多有不善之举，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相，有损子女。若改恶从善，助人积德，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化凶为吉，绝处逢生。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年届45子，孔子见其眼下隐现阴质纹，断其必得贵子，后来果被言中。另外，除眼下卧蚕部位外，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的部位显现。袁柳庄在水镜神相中归纳有36阴质部位，比如双眼、天中、天庭、天门、天府、山根、年兽、准头、法令、地格、眉角、命门、天仓、印堂、四子、四门、三阳、三阴、丹田等等。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者吉气喜色，亦可以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化凶为吉。反之，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者恶气败色，则会由吉变凶。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阴质纹、阴德纹做好事善业得来，比如不少消防队员做上3到10年也会出现这种纹。大阴德纹呈网状，阴天更易看见。儿女宫上、眉上出现为小阴德纹，天生得来，上辈的余德降在自己身上。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儿还是善事儿，面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阴德纹一横或者两横，缺德纹表现为双颈或者竖纹，颜色光明润泽，不枯陷，有种黄而明的气色和纹路环绕，似纹非纹，有时不易发现。要看得见黄色纹路，要在休息或睡觉时皮肤松弛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或者在灯下和阴天亦会见到。做了一点亏心事或者一点点善事，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或者坏事善事做得多，脸上也就会出现相应的纹路。善行表现为阴德纹，恶事表现为缺德纹。大体而言，缺德纹或者阴德纹常常表现在以下几个部位：一、印堂。印堂好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或者祖上失德，或者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不过有了这个纹也不可怕，只要你一心谦善，这个纹相也可以转变，生活也会慢慢顺利，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二、眼下。眼下称为子气宫、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假如一个人从小眼下都是平满且有黄明之光的，是谓有素德有仙骨。假如一个人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气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系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若果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
如若你经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么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或者发不善之心，眼下就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3. 脖子光亮，人要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上都是不显老的。4. 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此纹一般在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饿死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名双龙出海，既寿又富贵之兆，乃善业福报。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得众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右耳内生毛，乃高寿吉祥之兆。又比如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年头发从头顶百会穴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了命运，但篇幅有限，略作提醒，以期众人了解命运乃是自己所做今生前世善恶因果报应所致。只要自己一生弃恶迁善，广利众生，命运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2. 如何积累阴德？ 1. 孝，百善孝为先。孝的意义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等。孝顺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定，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地父母，父母被摆在极高的位置，更有孝敬父母胜过求神拜佛的说法。佛说有福的人请100个持戒高僧大德，100个仙人，100个朋友到装满七宝的地方，供养100千种上妙真善，垂璎珞，以百宝装，严床卧具，以百药治疗病。就这样做100千劫，意义万万年。这样得到的福德，还不如一念孝顺心，用一丁点的东西供养自己的父母，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如供养父母功德的100千万分之1。圣严法师还专门撰文，父母是家里的佛，说明了供养父母是一种福报。2. 救人性命，正所谓救人性命胜造7级浮屠。小江之一直很尊重救命的医生、护士、消防、公安及其他工作中、生活中对待生命能伸出援手的人。佛教大正藏经集部佛说卖艺经中佛云：做百佛寺不如活一人，但后面又说了，活10方天下人不如守一一日，人得好意，积福能量。其实这里的意义在于突出善念比善行更重要，因为善念之后一定会有善行。民间以救人性命为大功德，往往你救了一命，这家人往往感恩戴德，会一辈子以你为至亲来祈福、善待、交往。3. 修桥铺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会说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只因修桥能渡千万人，铺路能利万千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处集资修桥修路的地方，都很容易看到镌刻着出资人名字的功德碑。在大理州剑川县有座与金沙江上铁链桥同名的风雨桥、金龙桥，桥亭上也有一副楹联：崇圣怀德寸心朝日月，修桥铺路因智积儿孙。由此可见一斑。4. 放生，最简单的理解，放生其实就是救命。所不同的是，救的是非人类的命。中国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以众生平等的角度去阐释了放生的意义。
在信佛的人看来，放生才是最大的功德，因为你的一次放生救的可是数量级的命。在民间习俗中，放生是经常被用来消灾化恶的一种方法。有些地方会用大规模的放生仪式，以救命抵命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身陷重疾、命里多灾多难的人。其实风水也好，命理也好，都要求我们心怀正念。风水命理的调整、声望，这些都是建在正念的基础上，让你好上加好。如果你是满心邪念，竟想歪门邪道、坑蒙拐骗，甚至用歪道邪术来达到你的目的，结果都不会很好，都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得到相应的果报。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五、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六、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
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首长中央长制，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首相的人。这种首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首相。年龄越大越有钱。首长中央长制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首长中央长制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龙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龙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龙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首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首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首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首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文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文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5种暴富掌纹。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想要变有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但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1. 手掌中有直觉线。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反应也很快，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尤其在财富方面，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并且善于精打细算，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生活安逸富贵，不用为物质所困。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要注意。2. 财帛宫肉厚实。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说明必有横财入命。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偏财方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买彩票中奖，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辈子无忧无虑，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3. 不动产线。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有着很好的异性缘，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4. 太阳丘出现星纹。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说明机遇特别好，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创作能力也很强，并且善于掌握机会，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另外，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健康情况也很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是非常好的手相。5. 财库纹。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善于积累财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他们。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另外，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1. 中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做事有耐心，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2. 手指没有缝隙。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说明可以留住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3. 断掌。在很多人看来，断掌是不好的手相，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赚钱能力强，命中有福禄，不仅事业有成，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4. 手掌红润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在消费方面很节制，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5. 财富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生活富贵吉祥。6. 事业线很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生活顺风顺水，充满幸福。7. 财库。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8. 太阳丘丰满。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善于把握机遇，并且很懂得理财，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9. 火星丘红润。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接近大拇指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火星丘。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做生意，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赚取很高的利润。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富有创新精神。10. 有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一生不缺金钱。11. 凤眼清晰。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擅长理财和投资，有着很好的眼光，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12. 手指有弹性。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虽然精打细算，但绝对不抠搜，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我国拥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相术作为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一直流传至今。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掌中有3风，田广财源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相术可信吗？相术是以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掌纹等推测吉凶祸福、贵贱妖寿的相面之术。
橡树起源于夏商周时代，最早的橡树是用来相牲畜的。在古代那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牛作为耕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此重要的牛，要如何挑选呢？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以选牛为业的人。这些人依据牛的毛发光亮、四肢长短、牙齿多少等推测牛的壮硕和寿命，这就是最早的橡树。随着时代发展，又出现了象马树，有名的伯乐象马就是说的古代象马树。橡树最后发展到了给人相面，掌中有三锋，说的就是手掌的纹路上有三锋纹。三锋纹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因为拥有三锋纹的人比较少见，出现的几率只有1%。那么什么才是三锋纹呢？老祖宗结合了阴阳、五行、八卦等，把手掌分为了八卦9宫。八卦是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掌中为明堂。而三锋纹并不是指手掌上的纹路，而是手掌凸起的肉峰，在巽位食指根部区域，离位中指和无名指根部区域，坤位小拇指根部区域各有一个凸起的小肉峰，这就三锋纹。古人认为三锋纹主管人长寿，且福泽深厚，若手掌红润有光泽，那更是大富贵。古书记载，三锋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树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所以古人迷信地认为，拥有三锋纹的人会有好的运势，福气满满。在过去那个文化水平低下的年代，老祖宗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最终依靠迷信说法来解释。像这样的俗语不在少数，比如耳大有福气，口大吃八方等。所以一些迷信的俗语我们还是应该分辨出来，但是老祖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俗语断掌一条线，富贵不向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断掌？我国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断层的国家，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有很多文化的积淀，也是古人长期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我国有很多种文化，其中面相和手相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是迷信，其实这其中也蕴含一定的道理，这也是老一辈人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虽然有很多已经逐渐流失在岁月当中，但是遗留下来的，仔细研究一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断掌一条线，富贵不向欠。大家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究竟什么是断掌？断掌是一种特殊的手相现象，通常指的是手掌中心和手掌外围之间的清晰分界线。断掌是人提手相中的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相传只有1%的人能够拥有断掌。断掌的出现往往被视为一种神秘的符号，被认为是命运的指引。在中华文化中，相面术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技艺，断掌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相面家们的观察和研究，他们认为断掌的人天生具有特殊的天赋和能力，断掌往往被解读为拥有独特的直觉力、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些特质能够帮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有助于职业发展和成功。断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往往能够在艺术、政治和商业等领域获得出色的成就。断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特殊手相。根据相面学家的观察，断掌常常出现在命运坎坷或经历过艰难挫折的人身上。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抗争和磨砺，使得他们内心变得更加坚强和坚定，同时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因此，断掌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勇敢、坚韧和智慧的象征。第二，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
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五、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五、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
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超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命里藏黄金，个个值千金，万里挑一的金贵命，有没有涌起过这样一种想法，想知道自己的体貌是否有着某种隐蔽的暗示，提示着你将会拥有好运、财富和幸福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痣被认为是身体的一个重要信号，能够预示着个人的命运和运气。痣也分好痣和坏痣，痣的分析要靠痣的颜色和部位来判断。一个好的痣象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好运气，但是也很有可能会给一人带来很大的烦恼。长在身上的痣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了一个人的凶祸吉福。下面就来带大家看看你身上是否有这几颗暗财痣吧。1. 眉毛里长痣。老一辈的面相当中，常常会把长在眉毛里的吉痣称之为暗财，有眉里藏珠之意。无论是男女长有此种吉痣，福气都不会太浅。若是痣象长在左眉，主财运，自身有能力有本事，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各个财路兴旺。而痣长在右边，则主事业运，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携。他们的事业雄厚，只要是有机会，就一定能够创造不错的财富。2. 肚脐眼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肚脐眼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则表明此人的天生就会拥有好运，福气深厚。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不但有福，还会有财。儿女个个都有大出息，只等着享清福就行。而且肚脐眼长得深阔的人，子嗣后代兴旺，更是以生男多过生女，必定能够福泽子子辈辈，兴旺几代人。3. 腰间长痣。一般会把长在腰间的吉痣称之为腰缠万贯，表明此人命中藏财，容易发达。而且在腰间长有吉痣，多半出生的家世就会非常不错，父母祖辈都有实力，能够给予自己非常大的帮助，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几率高于常人。就算是他们出生不好，日后也能够乘胜追击。多半此处长有吉痣，应该是以痣象大而黑亮为吉，或是有肉痣，更是上等痣。4. 脚心长痣。脚乃一个人的根基与立足之本，若是在脚底心的位置处长有吉痣，被称之为将相痣。通常长有此种吉痣的人，能力出众，有实力，天生就拥有极强的领导力，深得大家的尊重与敬重，能够集聚人心，在事业方面也更加容易成功。所以聚人必聚财，以后升迁也一定会快于常人，日后一定能够创造出极高的财富，个个都是上等名。5. 下巴长痣。下巴即地格，是一个人聚财纳福之地，同时以下巴长得饱满厚实，则家底深厚，聚集财富的能力自然也会非常的强。所以在下巴的位置处长有吉痣的人，属于富贵痣，这样的人不但聚财的能力强，而且必定会是一个持家过日子的人，积德必聚福。好的志向只会锦上添花，后福非常的强，一生必定非富即贵，只等着享清福就行。
痣也分好痣和坏痣，既然知道了暗财痣都在哪里，不妨了解一下易走霉运的人痣长在哪里吧。1. 颧骨有痣，管理有心无力出差错。颧骨代表掌权，颧骨有痣的话，管理方面可能出错，因此不适合当领导者，而且在感情上无法把握住另一半。2. 痣长在脚踝，痣长在脚下，也是大不妙的，尤其是非常明显的黑痣，生在脚后跟处，即俗称的脚踝。相学中认为此为晦气痣，会给人惹上很多麻烦，就如同每天踩着晦气一般，做什么事情都难以舒展，人生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痣出现的话，那么点掉最好，但要注意效果，不可留下凹痕，也要防止其再生。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喜欢光着脚踝的话，这颗痣就一定要点掉，否则惹来的麻烦将会层出不穷。3. 眉尾周围有痣，中年婚姻不贞。眉尾周围包括肩门、天仓、福堂部位，主一生中婚姻会出现问题，在33岁和34岁时易出现夫妻一方有婚外情，尤其是肩门部位有痣，男性则妻子有通奸之事，女性则淫乱不堪。若两边肩门凹陷，气色枯黑又眉尾散乱者，一生婚变。4. 眉头有痣者，易犯口舌官司。在相面学中，眉头有痣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标志，暗示着容易遇到口舌是非和法律纠纷。具体来说，眉头有痣的人可能会因为与他人的关系而陷入争端或麻烦，尤其是在与家人、同事、朋友的互动中。眉头有痣的含义包括易犯口舌官司，这种志向表示此人可能经常卷入口舌是非，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甚至可能涉及法律纠纷。左眉头有痣代表此人可能会因为兄子而受到牵连，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或决定而遇到麻烦。右眉头有痣则表示此人可能会因为弟妹而受到影响，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事情而发生纠纷。家庭关系方面，眉头有痣的人可能在家产分配上与兄弟姐妹产生矛盾，无法公平分享家族财产。同时，这种志向也可能象征着家庭关系紧张，亲属之间缺乏和睦，容易发生冲突和争执。这类人可能因为与同事或朋友之间的纠纷而陷入麻烦，影响人际关系和职场发展。在家庭内部，尤其是与兄弟姐妹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影响家庭和谐。5. 眉中有痣者，一生会遭遇一次意外。眉毛正中有痣的人虽聪明、智慧高超、钱财富足，但一生之中会遭遇一次大的意外凶险。这次凶险会导致所有的一切重新洗牌，还需防六亲受伤，度过后会平安到老。6. 眼白有痣，桃花灾难，男女分开。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白有痣的人容易发生爱情方面的灾难，恋爱容易面临分离的状况，即使结婚也容易离婚。7. 眉眼间有痣，常换对象心不定。眉毛与眼睛之间称为田宅宫，田宅宫有痣代表不稳定，因此眉眼有痣的人感情不会稳定，心也不专一，换对象很勤快。8. 额中有痣，和上司同事相处不当。额头中间这一带称为事业宫，事业宫有痣会破坏工作方面的运气，容易多挫折和困难，经常面临上司决踢、同事不协助的情形。9. 印堂有痣，诸事不顺，工作多挫折。两眉之间称为印堂，印堂的痣假如颜色漂亮称为好痣，假如印堂的痣外形不圆，颜色黑的话就是坏痣。由于印堂又称为命宫，命宫有坏痣的人一生中诸事不顺，工作上挫折很多。10. 风当有痣，爱情不坚，耳朵前面有一块凸出来的位置就称为风当。风当有痣的人爱情方面容易三心两意，因此常变换对象。11. 痣长在后颈，如果痣长在后颈中心，那么情路注定是坎坷的。相学中定义此痣为
苦情志，男女有此志的话，感情都会走得异常不顺利。这就正应了那句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虽然投入了很深厚的感情，但终究得不到缘分的眷顾，常常出现暗恋或者感情不了了之的情况。而且带有此志者，其用情都是非常专一的，虽然他们情路不顺，但却是伴侣的最佳人选。所以遇上这样的感觉不错的话，就赶紧抓住吧。12. 额上志，远家亲。运气一般，与亲人之间的缘分较浅，离家在外的机会很多，也很难受到长辈上司的援助提拔，生活也较艰苦。不过如果长在额头中央上方，那么说明其人心智成熟，晚年生活较安定幸福。若是女性拥有额上志，则财运较佳，但是在感情上容易有挫折。13. 耳垂有痣，大家都知道，耳垂大的人有福气，代表财运好，但是耳垂上有痣的人会让自己的财运大大的减弱，或者是财运流失，很不吉利。这种特征的人虽然财运大，但是留不住财，一出现大手花钱，往往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尤其男性耳垂上长有此痣的人，且自身的钱财上易被女性给骗，导致钱财上的破败。14. 眼睛下方的痣，在眼睛正下方不远的地方有痣，财运非常一般。长有此痣的人非常的聪明，做起事情来很认真，能吃苦耐劳，且耐性很好。但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自身的收获上就是很不理想，没有好的财运。同时这样的人容易产生堕落，自卑心理非常的重。15. 鼻梁有痣，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鼻梁有痣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外观形象，处对象也很难，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影响自身的事业财运比较的严重。而男士如果鼻梁有痣，那么更不利自身的运势了，不仅在工作中处处受阻，处处受压制，而且自身的底气不足，容易得罪人。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极其容易被炒的，对自身的财运是极其的不利的。16. 眼皮痣，饭掌上眼皮有痣的人，10个有9个是无壳蜗牛，再不然就是居无定所。由于他们喜好自由，所以常常搬家，反正就是定不下性子来。如果志行很好，能好好的利用机会，将会使自己的运势扭转，或使之更加好。反之，如果志行不好，则此人容易反抗上司或长辈，因而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虽然相面学中的这些解读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提供了一些生活上的警示。好10种短命手，有钱无命享。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谁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短命手相。1. 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2. 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3. 生命线中断又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又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4. 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
5. 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6. 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7.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届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8. 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9. 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10. 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2. 长寿手相。1. 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2. 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
6. 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首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 生命线旁边有支线。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生命线是西洋手相学的叫法，中国手相学叫地纹，是人体手掌3大主线之一，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为正位和巽位的分界线，包绕整个大鱼际，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横纹。2. 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 1. 生命线的长短。生命线如果长长的并且深刻鲜明，说明你的性格很开朗，精力很旺盛，身体属于比较健康，很少去医院的类型。不过你虽然先天身体状况很好，但手纹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整天熬夜、胡吃海喝，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健康，那么你的抵抗力就会慢慢减低，失眠脱发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你哦。如果你的生命线比较短，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患有胃病，并且因为抵抗力较差的缘故，容易得流感之类的小病。不过生命线较短的人性格都很善良，会同情弱小，并且也很简单很直白，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也不喜欢对人耍心机。这类人做事情脚踏实地，是属于值得让人信赖的类型。2. 生命线的深浅。前面有讲过，生命线颜色深刻鲜明的人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些，并且这类人心胸开阔，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同时他们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都非常强。生命线的纹路如果很浅很细，代表这类人的身体素质相对差一些，不过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还是可以把身体状况调节过来。另外，纹路浅细的人性格会比较的内向，胆子会小一些，自制力相对也会差一点。3. 有2条生命线。多数人都只拥有1条生命线，拥有2条生命线的人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在此列，就说明你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身体抵抗力和自我恢复能力都特别厉害。
所以你是属于不容易生病，即使不小心生病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那类人。另外，拥有2条生命线的人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即使遇到难题也能够迎刃而解，名利双收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4. 生命线上有小横线穿过。如果生命线上有短横线横过，说明你可能会突然患上疾病，建议你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经常去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另外，这也说明你的运气会遭遇非常低迷的时刻，这时你要做的是多行善事，并且默默充实自己，记住教训，做到自我反省，这样你的运势才会慢慢得到改善。5. 生命线出现中断。手相学中，生命线有明显中断是不吉之兆，这代表你在某个阶段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间隔很大，代表疾病不容易痊愈。如果生命线中断，但在左侧或者右侧有一条小线并行，则代表你虽然会遇到灾厄，但能够逢凶化吉，即使生病，最终也能够康复痊愈。如果生命线有中断，但出现重叠，则意味着即使身患恶疾，最终也会康复。重叠的长度代表康复的时间，重叠的部分越短，代表康复越快。6.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如果不是一条完整的实线，而是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就说明你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平时容易生病，而且容易产生疲惫和焦虑感。不过，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你平时多锻炼，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并且懂得舒缓压力和自我调节，那么你的身体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7. 生命线主线上有分叉。生命线上如果出现向上的分叉，说明你的性格乐观阳光，做事情积极努力，因为求知欲强，懂得自我提升，日后很有可能成为行业所在的佼佼者，名利双收。如果在生命线上出现多条向上延伸的小支线，这些小支线又被称为希望线，有这类纹路，说明你有着远大的抱负，野心很重，未来不可限量。但这种希望线数量一定不能过多，如果数量太多，说明你的行动力不足，经常3分钟热度，为人有些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最终很有可能空有抱负，却郁郁不得志。生命线下端如果出现非常明显清晰的向下分叉，则代表你中晚年日子可能会过得不太安定，会经常处在奔波忙碌之中。不过若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大城市或者异地发展，很可能会取得成就，这样中晚年的日子会得到改善。另外，这种分叉的出现也提醒你要小心自己的婚姻状况，你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并且分叉越大，问题越严重。小酱汁提醒，分叉一定要清晰深刻才算数，如果是浅浅的一条，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你的生命线有分叉，而且分叉线延长到月丘的位置，则代表你的生命力虽然很顽强，但女性容易得妇科类疾病，男性容易前列腺方面出现问题。8. 生命线有交叉纹。生命线如果末端出现交叉纹，则代表婚姻生活可能不太幸福，中年时期容易发生婚变，而且晚年子女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留在身边尽孝，晚年容易感觉到很寂寞。如果你生命线出现这类交叉纹，建议你婚后多花些时间在家庭关系的经营上，多花精力在另一半身上。生命线如果起端出现交叉纹，则代表年幼时身体瘦弱，容易生病，学业也容易遭遇波折，青年时期会受到小人干扰，想要成就大业，就要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以。9. 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代表这类人智商很高，头脑清晰，只要肯努力，事业上会有不错的发展。在感情方面很理智，很强势，很挑剔，容易错过良缘。不过这类人对爱人忠诚，不仅很懂另一半的心思，也懂得自我反省，是不错的恋爱对象。10.
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全部相接。若3条线全部交汇，代表这类人在感情中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喜欢胡思乱想，没有主见，很容易被人左右。若早婚会得到恋人的庇佑，晚婚往往会将就。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手掌中的纹路是会不断变化的，虽然显示你过去的掌纹不会发生改变，但预示你未来的掌纹会随着你的言行发生改变，所以命运可以改变，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一命二运三风水，风势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2种抓财手，一种比一种富有。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吧。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掌厚实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
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往此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常识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水星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一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
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为手质。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她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这一特征与她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金佛在手，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有些人手相好，生来就富有，而有些不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事业有成，名利双收。一财库大，如果三秋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所以桃花也叫仙池。2. 贵人运旺，三丘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有好事情，不会独自享受，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这使他们贵不可言。3. 偏财运旺，三丘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得到很多回报。他们的智商很高，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4. 钱能生钱，手相三丘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第2，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1. 女人富贵手相。1. 财运线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2.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
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3. 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4.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6. 掌后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
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幸运。第3，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工资收入非常稳定，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